好，第二環節節目呢，我們要持續討論中東戰爭的一些軍武話題哦。伊朗現在他們低成本高消耗的這個戰術呢，還有無人機密集的攻勢還在持續，而且日前啊還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魚哦。我們來看看這些被美軍被襲擊的地點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爾坦王子空軍基地，還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軍哦後勤艦艇，現在都被戰火給覆蓋。那最慘烈，然後吸引媒體關注的，就是這個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經腰斬的這一架飛機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E3預警機被炸到腰斬，而且它的受損嚴重，有超過10名的美軍因此受傷。那除此这個表格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美軍單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好，這個E3預警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我們來看。有一位前 F-16的軍官呢，他就比喻過這台飛機，說啊，在戰爭的時候呢，E3預警機就像是棋手，而他們這些戰鬥機的操作人員跟負責打擊的這些戰鬥機群呢，就是棋子。可見 E3呢在空中戰力哦，這個維持整個調兵啊、潛降啊，扮演他們看這個整個空中環節跟視野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這麼重要的昂貴的飛機都被打爛了，還有剛剛說的艦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們看到伊朗現在的戰術，還有他們的飛彈擊中的成功率是越來越高了，也開始突破了美軍防空體系，造成殺傷。那這個關鍵點是什麼？為什麼在前面1個月我們看到伊朗出動了很多飛彈，但是作用並沒有很好，但是進入到第2個月，他們現在成功率在提升了，發現了什麼開竅的地方？艦長。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這個美軍或者是以色列攻擊伊朗的狀況約略是如此，也就是我們看到這在伊朗上面的一點一點呢，也就是美軍跟以色列的攻擊。那但是呢，我們看到其他的紅點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對於這些波斯灣周邊的國家，以及對於以色列的攻擊。那我們在這裡面呢，其實可以看一個重點啊，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第一時間看到的都是預警機以及薩德之眼被攻擊？因為其實這個美軍當初的設計啊，也就是在這個波斯灣的國家以及前往這個以色列飛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達，每一個藍色的圈圈都是一種雷達，但是這些雷達慢慢的都已經被破壞了。那當被破壞了之後，也就是它沒有預警的來源，那也就只能靠預警機了。那靠預警機呢？其實預警機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但是我們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这個位置，但是我們如果看它這一個殘骸的話，我們就會看到，其實它應該是從它的右側直接有一架無人機這樣子破壞的，所以把它整個幾乎都打斷了。這個是什麼原因？也就是美國的順風球打多了，然後他認為呢，伊朗不是個對手，他停在這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蘇丹王子基地應該是安全的，但是事實不是如此啊。我們來看，對於美軍來講，美軍的教範寫得非常清楚啊，他的敏捷作戰部署裡面講到說，其實他的機動就是必須要能夠增強它的靈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優先考慮它的一個機動性，以及它要能夠保護它的安全。可是現在他們都完全的停在這個機坪上面，就是沒有顧到它的安全。那至於說現在他們對於整個波斯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哈爾格島或者是霍姆茲海峽，其實他們靠的就是這一些預警機能夠提供這個有關於他們要攻擊的，無論是哈爾克島或者是這一個霍姆茲海峽，就是這一些作為一種預警之用。但是其實我們坦白的講，這些預警機呢，它對於這一個我們講到無人機比較能夠有效徵收，而且預警機其實在現代戰爭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我們一直講 data link， 或者是講說 A 射 B 島。A 射 B 島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節點，也就是預警機啊。那預警機提供的，也就是對於目標的位置，然後才能夠指揮這些載空機去打。那但是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有效的進行預警，那就像現在有人說沒關係嘛，只被打了一架E3嘛，可以到那個沙漠墳場裡面。因為美國其實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繼續撿回來。這真是大錯特錯。為什麼？因為拖回來之後，他們最起碼要進行半年到8個月以上的時間進行解封，然後重新的檢查各種線路，然後配裝新的發動機這一些。那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伊拉克，那這個戰場等得了半年到8個月嗎？如果打了半年到8個月，那美國慘了，那就證明他一腳踩到泥淖裡面去。所以這件事情是一個起點，但是呢，他告訴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們來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國沒有為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戰爭呢，其實他講到的也就是有關於無人機的部分。那他現在沒有辦法做有效的預警。其實無人機最重要的並不是攻擊，因為攻擊無人機是一件相對比較簡單的事情。無人機最困難的就是預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們看來看去，大家都不知道無人機來了，然後就被無人機打中了。所以其實如何有效的掃描整個頻譜，那得知無人機即將到達，然後動員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飛彈，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國還沒想通這一點。是，好，這一次伊朗的攻擊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還在後面，因為美軍他們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剛開戰的第1周、第2周，他們宣稱啊，透過了衛星圖資加上遠程導彈的精準打擊呢，是摧毀了伊朗的導彈能力。但實際上，隨着戰爭的推進，我們看到伊朗的遠程威脅呢，根本就還沒有被打趴，包含它遠到這個特拉維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續有效打擊。那路透社更揭露，美軍的情報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確定哦，現在美軍可能摧毀伊朗的這個武器庫，應該說這個導彈庫啊，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們還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還是大致完好的。這個隧道飛彈是地下程式是什麼東西？我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所謂的地下飛彈隧道程式，它的特徵呢，就是其實是挖一個等於是一個戰爭庫啊，它的深度可以達到500公尺，然後裡面有鐵路運輸哦，四通八達的，而且必要的時候呢，可以持續發射導彈。萬一受到什麼影響，它可以在48小時，也就是2天內來修復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這個東西一時沒有被摧毀，伊朗就一直擁有一個可以不斷發射的一個火力引擎，這樣子對整個中東國家、以色列還有美軍來造成威脅。所以請教楊老師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告訴我們呢，美軍他們當初以為確實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覺現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傷哦，真正埋藏在地底下還沒有到這個傷筋動骨的程度，而且反擊。我們看到現在是越打越準了，所以你覺得戰爭進入到第2個月來說，這個風向有沒有開始有點轉變？這個風向啊，這個畫風啊，其實已經轉變，好像伊朗的反擊越來越多，然後呢越來越準，以及造成了美國的打擊越來越嚴重。你看，像E3預警機，美國才16架預警機。那這裡面有好多架事實上已經不能用了。那現在在中東地區，它調了6架過來，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將來整個戰鬥機起航進行加油好了，因為它中間一定要加油。對，哦，那中間這些加油機以及戰鬥機的這個安全，在過程當中都要靠預警機。所以美國的問題是第一點，它到底這個戰略目標是什麼？打這場仗，這根本沒有。不斷的在變，這場仗其實根本不是美國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後一個時間點被就是奈坦雅胡所說服，可以有一個機會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神權政府的高層都給就是斬首，那神权政府應該就瓦解了。所以這個瓦解沒有發生，所以然後呢再繼續的做轟炸。那轟炸到目前為止，將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萬人的受傷。美國自己公布超過11000個目標被攻擊，他已經出動起碼8000架次的，就是戰鬥機，100艘伊朗的船艦被打沉。但是戰爭的前3天，英國的首相就說，
勝利不會從空中轟炸得到的。對，所以這就問題是，那你接下來呢？那所以伊朗其實他大概撐過了這一段，伊朗也停電，經濟也受影響，網絡也整個停了，到現在為止將近30天。所以他的受到的這個打擊當然很大，可是國家的存亡還是能夠延續下去。那因此，美國接下來他是不是只有地面戰爭才能夠去達成，比如說政權移轉的這個目標？那我們現在看到整個方向軍事的準備上似乎越來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經開始在準備一些理由，比如說石油啊等等之類的。可是他給的時間點也是到4月7號早上8點台北時間，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在這個之前他就會地面戰爭嗎？還是之後他才會地面戰爭？那雙方是不是有可能透過巴基斯坦能夠坐下來談？那我覺得這個變數還很多。雙方現在都在採取了一種叫做戰爭邊緣、相互保證毀滅，然後呢對等報復的方式，看誰先轉彎，看誰先退讓。是，但我們可以確定一點，就是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對美以來說呢，絕對是不利的一方。因為現在美國國內的輿論已經燒起來啊，認為說為什麼要犧牲我美國的好男兒好女兒去打一場不屬於我們的戰爭啊，去打別人的戰爭？那別人就是剛才楊老師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還有總理納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還可能繼續撐下去，為什麼？底氣來自哪裡？就來自中國跟俄羅斯2大助力的輸血。怎麼說？現在美聯社有消息傳出，俄羅斯正把一批升級版的無人機要送往伊朗。那路透這邊也指出，中國的晶片代表中芯國際他們正向伊朗軍方提供晶片製造的設備，來強化伊朗的軍事自主力量。好，委員，我想問好，現在光是伊朗一個來力抗美以，甚至是中東石油國都已經打成這樣，如果後面有中俄聯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來提供一些戰爭後勤來幫伊朗撐腰。那美國在被困在這個持久戰裡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後我們看到整個中俄2大全球軍工勢力的加入，會不會成為這個 World War III 一個導火索的點燃風險？我覺得怕說這種雖然不是直接幫助你，但是間接幫助你，會讓整個全球的體系格局又改變。對，我想會不會變成第3次世界大戰？現在言之過早但是如果美國真的像剛才這個艦長是專家提到的，說已經準備要打地面戰了，那麼我覺得這就是美國自己敲響了喪鐘了。那麼我本來還怕美國不打地面戰的，因為他打了地面戰，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場越戰了。就對美國來講，他還撐得住嗎？他2011年的時候，他的國債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經過15年，到2026年，他的國債已經到39兆了。接下来他再打一场像越戰這樣的一個無窮無盡的戰爭，美國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國的國力，當時越戰是一個關鍵嘛，就一場越戰就把美國當時從全球獨強的這個貨幣金融體系開始不斷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戰爭，那就是絞肉機啊。那麼美國在這個戰場上不曉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啊、財力、這個軍力在這裡了。那麼當然，你說中俄怎麼可能會就袖手旁觀呢？這是一個唇亡齒寒的關係。就伊朗對於中國大陸、對俄羅斯來說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你姑且先不要講了，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中歐班列是經過伊朗的。那麼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講，它不可能坐視伊朗被美國掌控住的。那麼你再看說，事實上在整個的過程當中，其實中俄對於伊朗採取的援助，其實有3個不同的層面哦。我覺得中美俄現在在全球在下一盤大棋，這個棋盤不是只有在伊朗，所以在伊朗的這個戰局裡頭，中俄做了它應該有的援助，比如說剛才這個艦長都提到了嘛，這種不對稱戰爭最重要就是無人機了哦。那麼無人機只要用不完、打不光。好，那這場戰爭就可以無窮無盡的打下去哦。那麼，除非今天美國把整個這個伊朗全部都佔領了，那要花好長的時間哦。那再來就是飛彈了。那麼對於飛彈的這個制作，伊朗也許沒問題，可是晶片的來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國際願意提供晶片，那麼你接下來對於伊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飛彈跟無人機，它可以源源不絕的補充，那麼這場戰爭就打得無窮無盡了。第二個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一點，中國跟俄羅斯最近在積極援助古巴，就是俄羅斯已經送了一個這個郵輪的船哦，這個大概這2天吧，就會在進駐了這個
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麼就是為了要援助古巴現在的這個能源石油斷供的這個危機。而中國大陸更狠啊，中國大陸送了一船的這個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陽能板啊，還有儲能設施到古巴。就是沒關係，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夠，我還有太陽能板哦，我幫你做這個太陽能的發電站，然後我還有儲能設備。那麼顯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做這件事情，就是在美國的後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後院點火，就大家在下一盤大棋。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圍魏救趙就是其中一種哦。3月25日，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白俄羅斯的總統盧卡申科去訪問了北韓，對。他跟北韓達成了戰略合作夥伴的關係啊，雙方在各個層面上都決定全面的合作。所以，當白俄羅斯、俄羅斯、北韓加在一起，再加上他們最近又結合了緬甸跟伊朗，他們說他們要建立一個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麼這樣的一些操作，都是在這個為美國製造更大的壓力。所以美國接下来如果他在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他根本就無暇去顧及什麼古巴，顧及其他的戰場了。那麼現在就是美國自己要抉擇的時刻了。但是我還是很開心的聽到剛才艦長的分析，說地面戰會開打，那麼美國就完了。是哇，這個萬一地面戰在打，然後剛才我們提到背後中俄這些大佬，整個反美復仇者聯盟一旦集結起來，哇，那美國可能真的沒有辦法從這場戰爭中這麼輕易的抽身出去，要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好，稍後回來我们要繼續探討的是海峽的要事。荷姆斯海峽現在被封鎖還不夠嗎？如果再加上一個曼德海峽，全球的能源經貿真的是剉咧等。還有以色列引以為傲的3層防空體系，現在要被打穿了嗎？越來越多的戰火都指向伊朗，更多的高命中率的襲擊可能之後會接續到來。我們馬上回來。